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anda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市政华人参加一场3万2的限时锦标赛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第一手牌盲注级别5000、15000，起始筹码500万 ，UTG raise 到45000，我在加一看到了10 3倍到15万，行动回到 UTG，他这边想了一段时间以后，4倍到43万。面对 UTG 的4倍，我们有位置，而且我们现在筹码非常的深，我们有300多个 BB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。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79K，两张梅花 ，UTG 在88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40万。那 UTG 这位玩家，我是第一次跟他交手，然后我们现在比赛又是刚开始，我对他这边没有任何的资讯。一般人在一个4倍 pot，C 倍也不会那么大。如果他这边 C 倍的 size 是一般比较常用的1/4到1/3，我的实时有一些后门顺的可能性，还可以跟注一发。那面对他这个几乎半池的 C 倍，然后我对这个玩家又没有任何的资讯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，选择比较保守的弃牌。如果这边继续跟注的话，转牌开了一个对我们有帮助的6，他再打一发中的，其实我们也不太能继续下去。那面对未知的对手，我觉得我们这边就先放弃了吧。第二手牌我在 UTG 看到了 AKO raise 到5万，加2跟注5万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。翻牌来了45A 两张红心，这个翻牌可以 C 倍，也可以选择过牌跟注的路线。我这次选择过牌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加2也过牌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。转牌来了黑桃 A， 我觉得我们这边不能再过牌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1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5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加2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，我们继续看到合牌。合牌来了黑桃4，那现在对手有一张 A， 也可以跟我们 trap 了。我从翻牌到现在的行动线很像一个手里队，然后翻牌被盖了一顶帽子，选择过牌。那我如果手牌是10JJ 走到这里，我合牌应该是下一个小注。那我现在的手牌 AK， 我也想走一样的路线去保护我那些手里队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22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5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加2很快就选择跟注了。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，我们是大了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加2 raise 4万，我在8腾看到了99，选择跟注，行动来到大盲，他这边 squeeze 到12万，加2跟注12万，那我这边也选择跟注，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83J， 都是方块，结果前面的玩家都过牌到我，那我们的手牌在这个翻牌是一个中等牌力，我这边不想下注，然后吃到大盲的 check raise。所以我这边也选择过牌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黑桃5，结果前面的玩家都还是选择过牌，那我就觉得我们的手牌应该是好的，我们这边可以下一个小注去抵赖对手的 too high card，然后对手还是会有一些 KQ 带一张方块的，或者是比我们小的手里队带一张方块，都会跟注我们这个小注。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36万的底池下注了10万，大盲跟注10万，加2弃牌，我们两家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梅花5。大盲过牌了以后呢，我这边想了一下，也选择过牌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大盲说了一声 K 嗨，那一般对手这样说了，我就不会坚持要他开牌。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，我们是大了，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 UTG raise 3万5，我在 Hi 看到了 J10 同花3倍到11万 ，UTG 跟注11万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。翻牌来了939，两张黑桃 ，UTG 过牌了以后呢，我这边下了一个小注6万，UTG 这边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梅花 J， 那这张牌非常的有趣，我们其中一个顶对的同时，后门花也来了，由于现在有前后门花的听牌，所以我这边决定下大一点，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36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2万5，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UTG 想了一段时间，还是选择跟注，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红心9。那这张牌让我们变成 Full House 了。UTG 过牌了以后呢，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要下注拿价值。然后这张合牌也很有趣，前后门花的听牌都破产了。我觉得我这边下注还是可以拿到非常多的价值。首先他的手里队都不会弃牌，我觉得这边下注甚至 AK 都会跟注，但是我们这边下注也不能太大，因为有可能会 value 到自己。对手这边还是会有 QQ 跟 JJ 的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81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小注20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UTG 很快就跟注了。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，UTG 是 mark 了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
下一手牌我在 Hijack 看到了55 raise 到5万，Button 跟住5万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399 Rainbow，那我觉得这边下注或过牌跟注都可以，我这次选择过牌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Button 下注了一个5万，那我这边选择跟注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梅花4，我一样保持行动线，我这边选择过牌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Button 在22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8万。那我翻牌的过牌就是让Button有一个表演的空间，所以我这边还是选择跟注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方块 A，我过牌了以后呢，Button 想了一下，选择过牌了。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，我们是大了，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加3 raise 到5万，我在 Hijack 看到了88，选择跟注，行动来到 Button， 他这边 squeeze 到15万，加3弃牌了，行动回到我。那面对那么小的 squeeze， 我这边选择跟注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J60 两张红心，我过牌了以后呢 ，Button 在37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80万。那面对一个不到1/4的注，我想我们这边还是必须要抵抗一枪，因为对手还是有可能有 AK、AQ 这些 too high card。面对我们翻牌的跟注，他可能转牌就过牌放弃了。即便他转牌开第二枪，我们也有一些转牌是喜欢的。例如说7、8、9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。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黑桃4，我过牌了以后呢，Button 这边没有停枪，他在5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0万。那转牌的这张4并没有提升我们的牌力，如果转牌开7、8、9，我们这边还可以继续下去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面对他这个注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。所以我这边也不多抵抗了，选择弃牌，我们输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一路该排到小盲，他这边 raise 到8万，我在大盲看到了 KQO， 那我觉得这边跟注或 3 倍都可以。面对他这个4BB 的 open， 我选择跟注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Q9J 两张红心，小盲在16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6万。那我们的手牌在这个翻牌还不错，我们现在有一个顶对带 Gasha， 我想面对小盲，我们有位置，这边选择跟注就好。这边 raise 它被它 re-raise 回来，其实有点浪费了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。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方块9。小盲这边过牌了，那在他过牌了以后呢，我就觉得我们的手牌是大了，我们必须要下注拿价值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28万的底池下注了15万。小盲没有想很久，就选择跟注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梅花4，小盲一样选择过牌。那我觉得 BVB 我们这边还是要去拿价值，我们的 KQ 还是很大的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58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30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小盲想了一段时间，选择跟注。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，我们是大了，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加1 raise 到5万，加2跟注。我在 cut off 看到18同花，也选择跟注。Button 跟大盲也选择跟注。我们5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7Q10 Rainbow。结果前面的玩家都过牌到我，那这个翻牌对于我们的手牌还不错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中对带后门花后门顺，那我们的手牌现在是一个中等的牌力。我这边习惯下一个小注，把一些跟这个翻牌没有关系的手牌先清出去，最好 Button 这位玩家可以盖牌，那我们在转牌以后位置就是最好的，那这样很容易控制底池的大小。我这边想了一下，最后在26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6万5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只有加1选择跟注，其他玩家都弃牌。我们两家一起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梅花2，那这张牌非常的好，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后门花。加1这边过牌了，那我觉得我们这边并不需要下注，因为我们有蛮好的摊牌价值。我这边宁愿下注一些单纯的听牌，例如说 A8 梅花、AJ 梅花、89梅花之类的。那这种一对带买花，我们有位置，其实我们这边可以很好的控制底池大小，没有必要让底池失控。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也选择过牌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梅花9，那这张牌非常的好，我们击中了一个后门花。结果加1在39万的底池跳出来下注21万5，那我想我们这边必须要加注拿价值了。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，最后 raise 到100万，行动回到加1，他这边用了一张摊倍以后，最后还是选择弃牌了。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 Low Limp 2万 ，High raise 到8万5。我在大盲看到了 A5 同花，
我觉得这边 three bet 或跟注都可以，我这次选择跟注，low 也跟注，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J4A 2张梅花，一路过牌到 High Jet， 它在26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6万5，那我们现在有顶对，所以选择跟注，然后 low 弃牌了，我们2家一起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红心5，那这张牌非常的好，我们现在集中了一个2对了，我这边计划做 check raise， 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很可惜 High Jet 也选择过牌，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红心 J， 那这张牌没有很好，我们的2对被跌掉了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High Jet 在39万的底池下了一个重注34万，那我觉得这边跟注或弃牌都可以，很看对手的属性。那High Jet 这位玩家，我跟他交手非常久了，他也是 bluff 比较多的玩家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，选择跟注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对手说了一声 K High， 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现在手牌 button raise 6万，我在小盲看到了55，选择跟注，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J37 2张红心，那这个翻牌蛮适合做一个 check raise 的，我们有后门花后门顺的发展性，如果翻牌的 raise 被跟注的话，也有很多牌可以开第2枪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，button 也选择过牌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红心8，我过牌了以后呢 ，button 还是选择过牌，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梅花8，那我觉得这边没有什么下注的意义，这边下注比我们大的牌都不会离开，然后比我们小的牌都不会跟注，这边的下注也会让对手失去一个表演的空间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，button 在14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超池15万，那 button 这个行动线就非常的奇怪了，我想不太到有什么牌可以连 check 2枪，然后再合牌下一个超池的。那对于这种看不太懂的行动线，我这边都是先跟注再说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对手开了一个 AQO， 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总结一下成绩，我们今天参加一场3万2的限时锦标赛，结算奖金34800。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大底池的战斗，原本想说这场就不制作上传了，但想到或许有些人可能会想要看我怎么处理一些小底池的手牌，就尝试制作看看。如果你喜欢看这类型的影片，请让我知道。如果你只爱看血流成河的手牌，也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这里是 Panda Poker， 我们下次见。